今天我们来玩一个烧脑的智力游戏——杯中取物。它的玩法是利用这个筷子把这个十字架从杯子里取出来。它的难度呢是非常高的，像我们这样直接倒是绝对出不来的。瓶口比较小，各个角度都不行。瓶子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它是一个十分考验创造力的智力游戏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下怎么用这个筷子巧妙的把它取出来。首先我们用这个筷子快速的搅拌这个十字架，这个时候它们两个就分开了，先夹出一个，再夹出另一个。这是什么原理？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了，还没有明白的可以去看评论区。它最难的地方不是把它取出来，而是完整的装回去。这个时候就十分考验用筷子的功力了。我从小夹菜都比较在行，除了川粉，基本上没有我夹不到的。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小意思。里面的两个小柱子比较灵敏，稍微一倾斜它就会出来。我的方法是先不管这两根柱子，直接把它们摞在一起，然后同样的方法旋转，它们应该可以扣在一起。好，现在已经把它恢复原样了。其实这个道具是我用以前玩过的 Puzzle 改装的。杯子的话就是吃完的芒果罐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此类视频的可以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像这种解密盒种类很多，在我们这里统称为鲁班盒。今天我们先玩一个不是特别难的，它的外观很像以前货运码头上的货箱，一般都是用撬棍撬开的。今天我就徒手来把它打开。从医学的角度上讲，望闻问切，第一步先观察它的结构，表面没有特别明显的机关，整体也很牢固，没有松动的迹象。不过我发现一个小问题，这一根木片是斜的，像其他的都是比较直的，不知道是瑕疵还是有意为之，是可以晃动一点的。哦，可以拔出来啊。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一样的。剩下的都比较牢固，没有找到可以活动的。这里有几条缝，说明它们不是一体的，但好像也推不动。这边也有一条。我去，不是掰坏了吧？哦，它是上下可以移动的，这一块应该可以取出来的，卡得非常紧。是一个类似小抽屉的盒子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大的。刚才取下的木条应该就是固定它的，应该可以推出来。果然是这样，这个鲁班盒子和我之前玩的都不一样，它有两个独立的空间，一室一厅，可以放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，比如说速效救心丸。下期视频我们来玩这个鲁班盒子。这是一款10级难度的异形拼图，它的名字叫恶魔之眼，一共有10块拼片组成，4块黑色的和6块圆形红色的。它的拼图块数量不多，但是难度不容小觑。这4块都是有豁口的，很简单的一个思路，把它们搭配在一起，然后把小圆形放在里面。这两个是对不上的，这块还差不多，可是这样的话最多只能放5块，还有一块放不下了。稍微调整一下，我怎么感觉离成功这么近呢？这真的是10级难度的吗？这样调整的话也还是有一块放不下，可能我的思路有问题。横着拼呢，最多只能放下3个。我知道玩这种拼图要打破惯性思维，总不能是立起来拼吧？没得选的时候穷举可能会有奇效，但是这样的概率很低。这6个圆形之间一定有所联系。哇，头好痛啊！我感觉我陷入了设计师的陷阱了。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要发挥想象力，不走寻常路。除了竖着拼、横着拼，还能怎么拼呢？这块小的放在这里刚好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这一块可不可以错开放下去呢？可以，我知道怎么拼了。我们现在让这4块左右错开，凹凸有致，应该全部可以放下。然后再把这个圆形放在边上。好的，6块全部放下。10级难度啊，我拼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搞定了。看到拼好后的图案，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恶魔之眼了。说到Puzzle，就不得不提鲁班锁。玩过很多魔镜，从他们身上多少都能看到一些鲁班锁的影子。鲁班锁种类很多，难度各不相等。像这个鲁班球，打散之后就一直处于熵增状态。其实他们都不是今天的主角。今天我要玩的是由美国知名设计师 24K 纯金打造的一款限量版鲁班锁。
全系只有这一个。不吹了，再吹我自己就相信了。今天我要讲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是鲁班锁入门级别的，难度远不及这个18罗汉。简单的6片组成，一拆难合，毕竟宇宙间的所有力量都想要把它打散，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再把这一块取下来，剩下的就不攻自破了。第一次玩的话，应该先它还是比较松散的，这6根完全锁上之后，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牢固的结构。现在我已经组装完毕了，它的难度是鲁班锁里面入门级别的。如果想看更高难度的话，可以点击关注，后面我会讲这个18罗汉。收到很多粉丝私信让我测一期机关币，一看价格我瞬间怂了。但是呢，像我这么宠粉怎么会不满足你们呢？我们先找找它的机关在哪里啊？它这个材质好像是银的。我知道它这里有把剑是可以拔出来的，非常小的一把剑，用来当牙签刚好。然后据说插在这个地方会有奇迹发生。好，我要开始了。哎，对了，它会不会有机关暗器弹出来啊？我头离远一点吧。我去，视频还没有拍好呢，别搞丢了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刚才我没有看清窗户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打开了一扇小窗户，里面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圣杯。可是，然后呢？就为了这一件，花了我几百元。这款硬币真的是太小众了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。我记得拔出来的时候是很紧的，怎么变得这么松了？现在我已经把这把剑原封不动的装回去了。还有啊，以后你们可不可以给我推荐一点有用的？最重要的是便宜一点的，毕竟我还要攒钱讨老婆呢。用6块形状相同的梯形拼成一个正方形。这款 puzzle 听着十分简单，但是却难倒了很多博主。每块梯形都是有2个面的，我们只能用1个面来完成挑战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上手试试。2块的斜面合在一起是一个长方形，我们可以让它们两搭配在一起。哦，它的难点就在这一块啊！如果想把它拼成一个正方形，这一块必须反过来，那这样就跑题了。这些梯形块的尺寸还是比较规则的，长边是短边的2倍，角度刚好是45度的。把它拼成一个正方形，应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。这样还是最后一块的问题，我们再来多尝试几种方法。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能把它解开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挑战失败了。我们先来看看网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解法。对于这个答案，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。想要否定它，我必须找到一个更能令人信服的解法。实际上，在拍这个视频之前，我私底下已经玩了好久了，也终于找到了一个令自己比较满意的解法。从外围轮廓来看，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。我知道评论区常常都是卧虎藏龙的，可能你们已经找到更好的解法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赶紧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很想知道答案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解压玩具，它的名字叫平面滚珠。玩法是把红球和白球分开2边，我们可以通过中间的滑道来进行移动，每次只能移动4颗，多1颗就会被卡住，少1颗也是不行的。它虽然是解压玩具，但是也稍微有一点难度的。第一次玩的话，我大概用了10几分钟才分开。下面我就演示一下怎么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分开2边。完成它其实是有一个小技巧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。找到这个技巧之后，你就发现它为什么只是解压玩具了。现在我已经把这2种颜色完全分开了，我们把它打乱，看一下我是怎么做到的。假如我们要把红球移到左边，白球移到右边，往左边移的时候就把红球放到滑道的最底下，往右边移的时候就把白球放到最底下。按照这个方法，你只需要重复机械性的动作，根本不用思考，很快它们2个就会分开2边。其实它还有一个进阶玩法，要做到红白相间，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，我还没有挑战成功。我是侦探学院的学生，今天是我的毕业考试，
考试的内容是完成所有线索任务，找到毕业证书，顺利毕业。规则：不得借助桌面以外的任何工具，不得恶意破坏道具。时间1小时。考试开始。这里有一张照片，上面这把锁应该就是这把锁了。盒子里有可能装着我的毕业证书，要怎么打开它呢？从提示的线索来看，钥匙应该跟这个盒子有关系。我们先打开这个盒子。这个是可以拉起来一点的，但是往上就拉不动了。这个盖子可以滑动。就这么简单吗？里面有一张纸条，把它拼成对称图形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应该就是这几块啊。我去，这个难度是挺高的，用了好长时间。这给我们什么提示呢？中间是一个三角形，应该是一个线索。在这里就用了20多分钟，要抓紧时间了。这个盒子上面有一个三角形，应该就是它了。这个盒子我玩过一个类似的，这样是打不开的。反过来，它里面是一个重力装置。我们看看里面写的什么 ，WZRY 什么意思啊？我找人摇，我找不对啊，应该是王者荣耀。这个怎么打开呢？我们看它上面有好多段位的标识啊，钻石、青铜，我应该知道怎么打开了。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铂金、钻石。好，果然是这样。里面还有一个小盒子，我来看看怎么打开它。推也推不动，拉也拉不开啊，这就奇怪了。这边是有2条缝的，这2个角有点凸起，里面这一个小盒子应该是可以抽出来的。哇，这个应该就是锁的密码了。有4颗是竖着的，1颗是横着的。哦，这一颗横着。哇，终于打开了。这是证书吗？开始等于结束。我去，还没有结束啊！有一支铅笔。我们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，可能上面藏着什么线索，我没有发现。铅笔应该是这样用的，有一个心形的图案。心形的就只有它了，一个鲁班锁。我们先把它拆开看看。里面有一张纸条，还有一个戒指，上面写的什么呢？恭喜你从魔丸侦探学院顺利毕业，赶快戴上属于你的胜利之戒吧！哇，终于过关了！哎，不对，中计了！今天我们要玩的拼图比较特别，我们先倒出来看一下。它里面有木块，有硬币，加在一起的话一共是9块。但是我们真正要拼的时候，有一枚硬币是多余的。这些木板的话，每一块基本上都有直角，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穷举的方法，可能要费些时间。这2枚硬币除了颜色不一样，里面的文案也不相同。这枚金色的是爱情币，上面的文案是“记入我心，有来无回”，下面的图案是一个新迷宫，只有入口。这枚银色的，它们正面都是一样的，背面写着财气运气来者不拒，它是一枚幸运币。下面的图案是一个鲁班盒。有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可能已经知道了，这是我的第2款自制拼图魔鬼8块。这一款拼图的难度不是特别高，不过制作过程要麻烦很多，每一个细节都是我独立，其实也没有多少细节。现在我就把它的答案拼好给大家看一下。通过我自己玩拼图的经验，一般的情况下我都是先找角的，我这款拼图特意反其道而行之，每一个直角上面都不是直角。中间这枚硬币还是比较紧凑的，每一块一定要放齐之后才能放得下。4个角组成的圆形刚好和硬币的直径是相同的。后面呢，我会继续把魔鬼1、2、3、4、5、6都做出来，然后我们的手牵在一起。
古有诸葛亮撒豆成兵，今天这期视频我也想效仿先人，来一个隔空训针。我们用这一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铅笔，在纸上画一个靶子，靶心处扎一根针，一定要扎稳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在纸上画，无论你画什么，它都会跟着你的笔来回摆动。你画的越快，它摆动的越快，完全跟你同步。这种现象物理学上叫量子纠缠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我们可以试着多控制几根。现在6根针站成了一排，有点沙场点兵的感觉。非常轻松啊，我只需要简单的挥毫几笔，他们都全军覆没了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人怀疑是这根铅笔的问题了，那我们再换一根试试。同样的6根针，我们让它站成2排，先让他们鞠个躬，再低一点。看来什么笔都可以控制它们啊，那这是什么原理呢？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。这一堆木头是12生肖鲁班锁，组装好后是一种动物，你们可以在我组装的过程中猜测一下是哪种动物。这一块应该就是它的尾巴了，我们先从哎，怎么卡不上？哦，它是个斜面的，反个面就可以了。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，这一款的难度不是很高，哎，低估了自己的实力。拼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，甚至可能被它服务过。现在还有最后2块，我们把它装好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根牙签，它的作用好比就是定海神针，把它插上之后，这个鲁班锁就不会散了。这一款是入门级的，后面我会尝试一些比较难的。这个机关盒子的名字叫温柔，这上面是徐志摩的一首小诗。现在我就来看看用多长时间能把它解开。盒子下面这个盖板是比较松动的，不光这一个，这3块好像都比较松动，但是你真正去拉的时候又拉不开。上面这个也是啊。从目前我发现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块板刚好被这个竖板挡住，而这个竖板又被这一块板给挡住了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把它取下来。它应该是可以这样滑出来的，但是下面好像有东西卡住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它的名字叫温柔，那我们就温柔一点吧。感觉它整个都是非常松散的，但是每一块又都拿不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结构。
以我的经验来看，现在也只能想到这种方法了。哎，上面这个板子开了，是刚才震动震开的吗？但是现在这一会儿拉不下来，那下面呢？下面好像也不行。哦，这个竖板现在可以抽出来了，那这不就解决了吗？里面是什么机关？我们看一下，这里面是一个圆柱，我拍打以后，这个盒子就可以挪动一点。这个应该是一个铁的螺丝，那个圆柱的话应该就是磁铁。这个原理和我之前玩的一款鲁班盒子有点相似。我这样推上来以后，它就会被卡住。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啊，你们想到了吗？那所以说，它这个温柔就是一个陷阱了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考验智商的小玩具。我们先把这个小火箭放进里面，它的玩法就是把这个小火箭取出来，前提条件是不反过来，也不借助任何工具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都会先用手指去捏一下，看能不能取出来。我昨天刚把指甲剪掉，如果你的指甲够长的话，有可能把它取出来。很显然，用手是捏不出来的。不装了，其实我在隔壁偷学了一个方法，非常简单。这招很好用，但是还没有结束呢，先不要走。这2天我一直在找第2种方法，可以说是废寝忘食。今天也终于有了答案。回顾一下前提条件：不倒过来，不借助任何工具。像这种已经失传的神功我就不说了，我们用科学的方法。还记得牛顿第一定律吗？这一招我不好意思当大家面展示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把你手里面的菜刀放下，这只是一个玩笑。其实它的前提条件是不能移动的，所有附加的前提条件就是为了修复 bug， 使其只能吹出来。那这样你还能想到第2种方法吗？今天我们来玩这款硬币拼图，玩法是把这10枚硬币全部放进去。我们先试几种排列方式，第一排放3个，第2排2个，3232去排列，这样是放不下的。还有2323，哎，也是不行的。看它的样子好像难度不高，我们多试几遍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答案。这款拼图好像是一道数学题，只可惜我的数学不好。已知盘子是正方形的，10枚硬币的直径是相同的，可以使用的排列方法一共也没有几种，我都试过了。我发现了一个 bug， 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确答案。这一枚需要用一点力把它按进去，有可能是框子做小了吧，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了。今天我们来拼12生肖拼图，它是木质的，一共有218块。本来想按照颜色的不同分个类呢，看到这里我放弃了，只能把边上的还有比较有记忆点的先挑出来。这是它的图框，等一下要在上面拼。我们从脚上开始。这一块我找了好久，不是我钻牛角尖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相似的，太费眼睛了。这款拼图的寓意很好，细节做得非常到位。还有不到1/3，继续干吧。整体上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再把这几块有特点。哇，终于拼好了，一口气拼了5个小时，不容易啊！最后我们再把它裱起来。今天我们来拼装乐立方立体拼图，和封面一样，拼好后是春节庙会的热闹景象。我们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把拼图抠下来，上面都有编号，比较容易上手。先把这些建筑牌坊单独的装好，
然后再组装到底盘上。现在我们拼装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戏台，把今天这场戏的主角请到2楼。一场大戏是一个庙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一个点心铺，里面有各种好吃的糕点。这是一个卖糖人的摊位。许愿树。今天的重头戏来了，舞龙头。我们把龙鳞和龙头装上，基本组装好了，可以上舞台了。现在我带你们上庙街逛一逛。第一家店铺是一个卖爆竹的，然后是糕点。这个龙头是可以旋转的。卖糖人的生意还不错，刚刚卖了2件。最后我们来到了大戏台，有一对情侣刚刚落座。看到这么热闹的庙会景象，有些感动。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我们的生活更加红火。今天我来挑战一款难度很高的拼图，就是把这一块小的也拼进去。它这里是有缝隙的，理论上来讲，把它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我们就来试试，先把它们全部取出来。这些拼图的形状比较复杂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种难度都是很高的。哦，抱歉，计时器忘了按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玩这么多拼图了，像这种没有规律的，对我依然是一种挑战。这次拼好之后，边上应该是没有缝隙的。哦，完全没有思路啊！每一块都可以作为开头，但只有到最后才能确定它是不是对的。这2块合在一起，刚好和盘子的宽度完全一样，没有一点缝隙。这是一个突破口，我们就靠着它们2个来拼。哎，怎么还是不行啊？这不可能啊！这2块我是比较确定的。还有最后一块小的。哦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拼好了。这款拼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，我用了将近1个小时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拼图，它的名字叫无限细胞。我收到货的时候，它就是现在已经拼好的状态。眼神好的可以先把答案记一下。倒出来后把它们全部打乱，这样应该不会有人说我作弊了吧？这些拼块我看着都头痛，1个小时不知道能不能拼好。它们一共有23块，全部都是这种镂空的。我们仔细观察木纹的颜色，其实它们是有正反之分的。拼块的整体形状是比较复杂的，我们只能从细节入手。这款拼图是纯考验观察力的，刚好我的观察力又是那么厉害，所以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。照这个速度来看，应该用不了半个小时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，我前面的都很顺利，拼到最后一块才发现，那样我很可能会疯的。哎，这最后一块好像有点问题了，像不像一把钥匙？哇，这感觉好爽啊！虽然我没有强迫症，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。这款拼图的难度适中，是我玩过最解压的一款拼图。不过有密集恐惧症的不建议去尝试。一直想拍一期关于魔方的视频，但是魔方界的大神太多，我这点技术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。无论是从速度还是种类，我都很难出成绩，所以我只能剑走偏锋，玩一个大神都不会去玩的魔方。这个1阶魔方的难度，无论你是菜鸟还是大神，它都一视同仁。单从外观来看，它和普通魔方一样，6个面6个标准色，但是体积要小很多。那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就上手把它打乱。打乱的过程可以随意一点，如果想增加难度，你甚至可以用1只手操作。像我这样转个10几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把它复原。其实找到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瞄准桌面，然后松手，落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复原。过程是有些复杂，但只要你勤加练习，也可以像我一样一次成功。这款魔方总体来说难度适中，对于初学者有一定挑战性。今天我们来挑战多一块三角拼图，它的难度不高，玩法是把这一块小三角形也加入到里面。它的缝隙虽然很大，但是这样直接放也是放不进去的，需要重新排列一下。我觉得以我的实力2分钟内应该差不多。先把这些取出来。
像这一块它的长度和边长是一样的，应该就是放在边上的。我们先从面积比较大的开始，放在哪里合适呢？反正这个直角绝对不是放在角上的，这是设计一款拼图最基本的道理。我们斜着放，这一块也是斜着放，让这两块大的角对角，反过来也是可以的。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放下一块，应该就是这一块了，角度对的刚好。还有一块大的放在最上面，再把这个长的放进去，然后小三角。好的，全部搞定，时间还不到1分钟呢。这个速度是挺快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拼图是有问题。你看它的空间还有这么大呢，会不会是给我少发了一块？今天我们来拼这款异形拼图，它的名字叫月球之谜。先把它打开，依然是木质的拼块，不过感觉这次要比以前的厚一些。我们可以参考的只有盒子上这个图片，拼好之后它是一个圆形的，所以我们先把这种带弧度的拼块给找出来。当然了，不是这一种内圆的。这种异形拼图最难的就在前面几块，有些拼块的弧度不是太明显，刚才挑的时候没有找到。边上这一圈进展的不是太顺利，已经1个小时了，不过剩下的会越来越简单，我们可以把时间再赶上来。选哪一块作为开始呢？就从这个人造卫星吧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，它是大圆套小圆，这块放上去之后，剩下的就是独立的一大块了。我们把这个小圆在下面单独拼好，用卡片纸小心翼翼的把它缠起来，然后再放进去。这基本上就完成了，还有几块比较有特点的。月球之谜说的可能就是它吧。这个分离式火箭做的非常逼真，还真是分离的。剩下的几块各归其位。还有最后一块。好的，搞定了。这款月球之谜一共169块，我用了2个小时40分钟。你们觉得这个速度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玩2个合金鲁班锁，这个叫钥匙锁，玩法是把这2个钥匙分开，难度是入门级的。在密室大逃脱的节目中，这个是被嘉宾用蛮力给掰下来的。其实呢，只要认真观察，很容易就能找到解开的方法。在这枚钥匙上面有4个豁口，调整好角度，依次通过每一个豁口，就能轻松的把它们分开。下面我就演示一下它的详细步骤。这一款的难度不高，我们玩下一款。这个解密玩具叫魔晶针，它的难度等级是最高级6级，玩法是把这2块给分开。这款魔晶是非常考验创造力的，不知道方法可能需要几个小时，但是如果你找到了破绽，那只需要1秒钟。我们看看它里面的结构，把它们扣在一起的就是这2根可以伸缩的铁柱。想必大家已经看出了它的原理，就是离心力。这样旋转一下，2根针就会缩进去。然后我们把它扣在一起，摇晃一下，它们就锁在一起了。如果你们有想看的拼图或者说解密手玩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